公司发年终奖了，入职2年的赵磊年终奖都有18万，而我在公司干了5年，年终奖只给我发3000。我盯着手机短信数了3遍，没少零，就是3000。我给领导发了条微信：张总，年终奖的事方便聊聊吗？他秒回：没空，明天吧，今天太忙。太忙，下午还和赵磊在茶水间有说有笑，聊了40分钟。我盯着那行没空，反手点开招聘网，10分钟投完3家上市公司，手指敲在离职申请上的那一刻，只觉得浑身通透。这破班也不伺候了。我叫庄必凡，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高级产品经理。这个高级是3年前升的，涨了500块底薪，多了一堆活。5年前我入职的时候，月薪6500，现在月薪8000，5年就涨了1500，平均每年300块。我不是没想过跳槽，但每次想走的时候，张总监就会找我谈话。小庄啊，你是老员工了，公司对你的培养有目共睹。现在外面经济形势不好，跳来跳去不稳定，你再等等，明年肯定给你往上提。我等了3年，等到了一个高级的 title，500块和3000块年终奖。年终奖发放那天是周五，办公室里一下子热闹起来。我打开短信，我以为是预付款，又刷新了一下，没有第2条。我转头看了眼赵磊，他正在发微信，打字飞快，表情藏不住的兴奋。我知道他拿了多少，上周吃饭的时候他自己说的。听说今年效益不错，我估计能有个10几万吧。我当时没当回事。赵磊入职2年，去年年终奖6万，今年18万。我入职5年，去年年终奖8000，今年3000。庄哥，你的发了吗？发了。多少啊？还行。赵磊没再问。下班的时候，我给张总监发了微信，他说明天聊。回到家，我把这件事跟媳妇林薇说了。3000，你确定没搞错啊？没搞错。那个赵磊就是你带的那个，他多少？18万。他入职多久？2年。你呢？5年。庄必凡，你觉得问题出在哪？可能是我不太会表现吧。你觉得是你的问题？不然呢？林薇看着我，眼神有点复杂。你还记得你去年做的那个项目吗？哪个？就是那个会员体系的，你做了3个月，熬了多少夜？我当然记得，那个项目是去年 Q2 启动，从0到1搭建公司的会员体系，整个过程全是我一个人盯的。上线前最后1周，我连续5天睡在公司。记得。怎么了？那个项目上线之后，给公司带来了多少收入？你看过数据吗？我没细看。你没细看，但你的领导肯定看过。你知道为什么你年终奖只有3000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从来不知道自己值多少钱。那天晚上我失眠了，林薇的话在我脑子里转。你从来不知道自己值多少钱。我不知道我值多少钱，我只知道入职5年，我没请过1次假，没迟到过1次，加班是家常便饭。领导说要有大局观，我有了。领导说年轻人要多学习，我学了。领导说明年会给我往上提，我等了。最后等来的是3000块年终奖。9点半，我敲开了张总监办公室的门。张总，年终奖的事，我想了解一下。张总监正在看电脑，头也不抬。坐吧。他又看了会邮件，才抬起头来。小庄啊，你找我什么事？张总，我想问一下，今年年终奖的评定标准是什么？哦，这个啊，今年的年终奖是根据绩效、贡献度、岗位重要性综合评定的。那我，小庄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你觉得自己年终奖少了，对吧？3000块，赵磊是18万。张总，我想知道这个差距的依据是什么？小庄啊，你是老员工了，有些话我就直说了，年终奖不能只看数字，要看综合贡献。赵磊虽然入职时间短，但他今年的表现非常突出，拿下了好几个重要客户。你呢？你今年的工作怎么说呢？比较基础。基础就是日常维护，没什么亮点。日常维护没什么亮点。我今年做了什么？我负责会员体系的2期转化，提升付费转化率到 5.8%， 牵头做新客拉新项目，拉了50万用户，做了一套数据分析系统，提高运营效率 40%， 带团队完成年度大组，突破历史记录。这叫日常维护，这叫没什么亮点。张总，我今年做的项目您都看过吧？看过。小庄，我知道你做了很多事，但你要理解，年终奖的总盘子就这么大，不可能每个人都满意。你是老员工，要有大局观。又是这句话，大局观，我听了5年的大局观。张总，那您觉得什么样的贡献才叫有亮点？这个嘛，要有突破性的业绩，要能让高层看见。比如赵磊，他今年签下了3个大客户，金额加起来2000多万，这种就是亮点。赵磊签的那3个客户，有2个是我之前铺垫了半年的，他接手之后才签下来的，您知道吗？张总监的表情微微僵了一下。这个工作分工嘛，你铺垫了，他签下来了，都有功劳。
那功劳怎么算？小庄，你这就有点计较了。职场上不能太斤斤计较，要看长远发展。你是老员工，稳定是你的优势。赵磊年轻，需要鼓励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我懂，我太懂了。稳定就是好欺负，需要鼓励就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。张总，最后问您一个问题，你说，去年 Q2 我做的会员体系项目上线到现在，给公司带来了多少收入？这个我没细算过，我算过，870万。那个项目的方案是我写的，开发是我盯的，上线是我熬夜跟的，优化是我一版一版改的。870万，我的年终奖是3000块。小庄，你不能这么算。那应该怎么算？项目是公司的项目，你做是你的工作，收入是公司的收入，你不能把功劳都算在自己头上。张总，我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？我明白我的价值，您不认可。说完，我转身往外走，张总监在身后喊：小庄，你别冲动，外面没你想的那么好。现在经济形势不好，你这个年纪跳槽不划算。庄必凡，你走了会后悔的。后悔？不，张总，我后悔的是没早走。从张总监办公室出来，我直接回了工位，打开招聘网站，更新简历。庄哥，你找张总聊什么呢？聊年终奖。然后呢？然后我想通了。想通什么？想通我应该涨薪了。赵磊没听懂，但也没追问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我接到了林威的电话。怎么样，跟领导谈了吗？谈了。怎么说？我把张总监的话学了一遍。庄必凡，你知道你这5年为什么一直是这个待遇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从来不说不，领导让你加班，你加了；让你带新人，你带了；让你等一等，你等了，你什么都答应。他们为什么要给你更多？你已经是最便宜、最好用的了。这话扎心，但我知道他说的对。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办？你已经决定了，不是吗？什么？你不是已经在看招聘网站了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庄必凡，你以为我不了解你？你要是打算继续忍，就不会去找张总监谈话。你找他谈话，是想给自己一个离开的理由。现在理由有了，对吧？对，那就去。庄必凡，你值得更好的。挂掉电话，我把简历投给了3家公司，都是我之前关注过的。产品经理岗比我现在高2级。投完简历，我继续工作。下午3点，张总监把我叫进办公室。小庄，上午的话你别往心里去。他换了副面孔，语气和缓了很多。我是为你好，你是老员工了，稳定最重要。年终奖的事，我回头帮你反映一下，看能不能补点。补多少？张总监愣了一下，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直接。这个要看公司批不批，估计几千块吧。几千块。小庄，你别嫌少，现在外面行情不好，你去看看招聘网站，多少人想进咱们公司都进不来。你在这儿干了5年，人脉资源都有了，出去从头开始，不值当。人脉，我带出来的新人，现在年薪是我的2倍。资源，我做的项目，功劳都是领导的。张总，谢谢您的关心，工作的事我会好好考虑的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年轻人嘛，有点情绪正常，过几天就好了。我先出去了。好，去忙吧。我回到工位，继续改方案，脑子里却在想林威的话。是啊，我从来不说不。领导说加班，我说好；领导说这个项目急，我说没问题；领导说年终奖明年补给你，我说行。我以为听话就会有好结果，结果我成了最便宜最好用的那个。下班的时候，我收到一封招聘网站的邮件，是那家叫跃动科技的公司。我之前关注过他们，B轮融资，做的是电商，发展势头很猛。回到家，林威坐在沙发上。有消息了。你怎么知道？看你表情就知道。我笑了笑，把手机递给他。跃动科技这家公司不错，我听说过。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做财务的嘛，各种公司都要了解。去面试吗？先等他们约吧。会约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你值这个价。庄必凡，你只是一直不知道自己值多少钱而已。第2天，我接到了跃动科技 HR 的电话，约我下周1面试。庄先生，您方便吗？方便。好的，那就下周1下午2点，我们公司在科技园 B 座15楼，您到了之后联系我就行。周末2天，我把跃动科技的产品全部研究了一遍。林威看我这么认真，有点惊讶。你以前准备面试有这么用心吗？以前没有。怎么这次这么认真？我放下笔，看着他。因为这次我是为自己工作。之前呢？之前我以为只要我努力，公司就会看见。现在呢？现在我知道了，公司只会看见他想看见的，我的价值不需要他们认可。庄必凡，你终于开窍了。周1下午，我请了半天假，理由是去医院复查。张总监没多问，直接批了。2点整，我到了跃动科技 ，HR 叫小林，是个年轻女孩，很热情。庄先生，我们总监和 CTO 都在，今天是联合面试。好的。会议室里坐着2个人，产品总监和 CTO。庄必凡是吧？坐，我是产品负责人李明，这位是我们 CTO 王工。你好。
简历我看过了，5年产品经验，做过会员体系、数据系统、用户增长，履历挺全的。但我有个问题，您说，你现在的 title 是高级产品经理，往上跳到产品总监，跨度有点大，你觉得自己能胜任吗？我早就想过这个问题。李总，我理解您的顾虑，但我想说的是 ，title 不代表能力。我在现在的公司做了5年，带过3个新人，独立负责过多个从0到1的项目。去年的会员体系项目给公司带来了870万的收入，这些工作按职责来说已经是产品总监的范畴了，只是我的 title 没跟上而已。李明点点头，表情没什么变化。870万是怎么算出来的？会员体系上线后，我持续跟踪了付费转化数据。上线1年，付费会员总数12万，客单价72块，续费率63%，加上会员专属活动带来的 GMV 增量，总收入是870万。这些数据你都跟踪？是的，每周一复盘。这是你自己做的，还是公司要求的？自己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知道结果，才能优化过程。你觉得我们的产品有什么问题？我注册了你们的试用账号，从商家端到用户端都走了一遍，主要问题有3个。哦，第一，新手引导太复杂，从注册到开店成功需要18个步骤，这个流程会劝退很多人。第二，数据看板不够直观，核心数据位置不显眼，商家要看 GMV 需要点3次。第三，客服响应太慢，我提交的工单36小时才收到回复，对于中小商家来说，遇到问题等不了这么久。我一口气说完，看着他们的反应，李明和王工对视了一眼。你对我们产品研究的挺深的，这是应该的。如果你来负责这块业务，你会怎么解决？第一个问题，可以做一个极简开店模式，高级功能后置，先让商家跑起来。第二个问题，首页改版，做一个数据大屏，核心指标一目了然。第三个问题，接入 AI 客服，同时建立商家社群，让老商家帮新商家答疑。说完，我等着他们的反应。庄必凡，你这方案我们内部讨论过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难道说错了？但你说的比我们清楚。我松了口气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的期望薪资是多少？税前32K，年终奖按业绩走。你现在多少？8K，涨300%。是的。会议室里安静了一下。你觉得自己值这个价？李总，我觉得自己值更多，但32K 是我愿意接受的起步价。李明和王工又对视了一眼。行，今天就到这儿，结果3天内通知你。好的，谢谢。走出公司的时候，心里很踏实。不管结果如何，我终于为自己说了一次话。3天后，我接到了悦动科技的电话。庄先生您好，恭喜您通过了我们的面试。薪资方面，公司同意了您的期望，税前32K，年终奖根据业绩考核。另外，公司还提供期权激励，满1年后可以行权。请问您什么时候可以入职？最快1个月，我需要提前1个月通知现在的公司。好的，没问题。那我们先把 offer 发到您的邮箱，您确认之后签字回传就行。挂掉电话，我愣了好一会儿。32K 加上年终奖，年薪至少50万，比我现在涨了将近400%。晚上回到家，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林薇。恭喜你！你不惊讶吗？惊讶什么？涨这么多？庄必凡，我早就知道你值这个价。惊讶的应该是你自己，你之前一直以为自己只值8000块。我没说话，他说的对，我一直以为市场上给我的定价只值8000块，因为公司给我的就是8000块。现在我才知道，那只是他们愿意付的价格。我真正的价值要自己去市场上验证。第二天，我把 offer 打印出来，装进包里。到公司之后，直接去找张总监。张总，我要离职。张总监正在看邮件，听到这句话愣了一下。什么？我要离职。我把辞职信放在他桌上，按规定提前1个月通知。小庄，你说笑的吧？没有。那个上次年终奖的事，我已经帮你反映了，公司同意补5000块给你，加上之前的3000，一共8000，怎么样？8000块，他觉得8000块就能留住我。张总，谢谢您的好意，但我决定了。张总监的脸色变了。小庄，你想清楚了？想清楚了。你去哪家公司？多少钱？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决定说悦动科技32K。张总监的表情僵住。多少？32K。你开玩笑的吧？那家公司才 B 轮，不稳定。而且你现在8000跳到32K，他们凭什么给你这么多？凭我的能力，张总，我知道自己值多少钱了。张总监的脸涨红了。小庄，你别得意太早，外面的钱不好拿，32K 的工资压力比这儿大多了。你确定你能扛得住？我确定。你行，我知道了。1个月后走是吧？是的。好，我会安排人交接你的工作。我点点头，转身往外走。庄必凡，你会后悔的。32K 算什么？你知道你现在负责的项目有多重要吗？你走了，谁来接？我转过身看着他。张总，您说的项目就是那个给公司赚了870万的会员体系吧？那个项目确实重要，但他的负责人年终奖只有3000块。您觉得换了别人，谁愿意接？你。张总，再见。回到工位，赵磊凑过来。庄哥，你跟张总说什么呢？他脸色好难看。说我要走了。什么？你要离职？对。去哪儿？换个地方。多少钱？比这儿多一点。
赵磊没再问。下午，张总监找了我3次，说可以给我加薪、升级，让我带团队，我都拒绝了。他不理解。12K 已经涨了50%了，为什么还不满意？我笑了笑，市场给我的价格是32K，他给的12K，连人家的零头都不到。这1个月是最难熬的1个月。张总监的态度变了，但我不在乎，1个月而已，忍忍就过去了。赵磊倒是经常来找我聊天。庄哥，你真的想好了？想好了。外面真的有那么好吗？我看着他，想起了5年前的自己，那时候我也问过同样的问题。赵磊，外面好不好？你得自己去看。但这儿好不好？你应该已经知道了。庄哥，你去的那家公司叫什么？跃动科技。他们还招人吗？你想跳槽？我就是问问。那你先把自己的活干好吧。简历漂亮了，机会自然来。赵磊点点头，回去工作了。1个月后，我正式离职。我拎着纸箱走出公司大门，回头看了一眼这栋楼，5年了，5年的青春换来8000块月薪，3000块年终奖，还有一句你会后悔。不，我换来的是知道自己的价值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入职跃动科技的第1天 ，HR 带我参观公司，把我带到一个靠窗的位置。庄总监，您的工位在这儿，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。上午开了个会，认识了团队的人，团队一共6人，我带4个，李明带2个。会后，李明单独找我聊了几句。庄必凡，第1天感觉怎么样？挺好的。有什么顾虑吗？我想了想，决定实话实说。有2个。说。第一，我没带过这么大的团队，怕管不好。第二，团队里有人比我年龄大，资历也深，我怕他们不服。庄必凡，我请你来，不是让你来管人的，那是来干嘛的？来出结果的。你不需要让所有人服你，你只需要做出成绩，成绩出来了，自然有人服你。成绩出不来，你再会管人也没用。所以你的目标不是管好团队，是把产品做好，团队的事顺其自然就行。还有，你之前的公司可能有很多向上管理的东西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花很多时间讨好领导，汇报工作，刷存在感。在这儿不需要，你把活干好就行。我不需要你天天跟我汇报，你也不需要猜我想听什么。有问题就说，有进展就说，没事别打扰我。我招你来是解决问题的，不是来给我当秘书的。我当场愣住，内心瞬间掀起惊涛骇浪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那就去干活吧。我回到工位，打开电脑，脑子里想的是李明的话。你不需要让所有人服你，你只需要做出成绩。对啊，成绩才是硬道理。以前不是没成绩，而是成绩没被看见，或者说被别人拿走了。现在我是负责人，功劳是我的，锅也是我的，所以我必须做出东西来。第1周，我先摸清楚团队情况。我和团队里的每个人单独聊了一遍，果然有人不服我。一个叫陈刚的，比我大3岁，在公司待了2年。庄总监，你之前在哪高就？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产品。多大的公司？中等吧，几百人。那你之前的 title 是什么？高级产品经理。高级产品经理，那你这次跳槽涨了不少吧？我没接他的话，只是抬眼看着他。陈刚，你现在负责的是商家后台那块对吧？对。我看了一下数据，商家月活跃率只有34%，你觉得问题在哪儿？这个原因很多，市场环境不好，竞品很多。具体呢？具体我得查一下数据。行，那你查完给我一份报告，分析一下原因和解决方案。什么时候要？下周一。陈刚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眉头拧成一团。这时间有点紧吧？不紧，你对自己负责的业务应该很熟悉，整理一下思路就行了。又不是让你从头调研，有问题吗？没有。那就这样。下周一，陈刚的报告交上来了，内容东拼西凑，没有重点，数据不详，结论模糊。我没说什么，让他回去了。我把商家后台的问题全部梳理了一遍，做了一个简化版后台的方案。方案做完后，我约了李明和王工开会。这是我这2周调研的结果。我把方案展示了一遍。李明听完，沉默了一下。你这个方案要改多少东西？前端大改，后端小改，估计2个月能上线。2个月，你觉得呢？可行，但是这个优先级，你确定值得投入2个月？我确定。商家月活跃率34%，这个数字再不提，后面的转化、续费都别想了，这是个问题。好，那就先做这个。王工，你那边排个时间，开始推进吧。会后，陈刚在走廊上拦住了我。庄总监，有件事我想问一下。说。这个方案是根据我的报告写的吧？我看着他，没说话。我知道那个报告写的不太好，但您这个方案方向和我想的差不多啊。是吗？是，我也觉得后台太复杂了，只是我没想到精简模式这个借法。那你的报告里为什么没写？陈刚，你在这个公司2年了，负责商家后台也有1年了，这1年里，你想过怎么解决月活跃率的问题吗？我不知道你是没想过，还是想了没说，但这个问题一直摆在那儿，你不解决，迟早有人来解决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明白了。那就好。我转身走了。2个月后，精简模式上线。上线第1周，商家日活涨了40%。第1个月，月活跃率提升到52%。第3个月，到了61%。李明在周会上特意表扬了我们团队。庄必凡这边的精简模式效果非常好，这是我们今年最成功的一次迭代。会后，陈刚主动来找我，
庄总监，上次的事我态度不好，不好意思。没事。以后有什么火警管安排，我一定好好干。我看着他笑了笑。陈刚，我不需要你好好干，我需要你主动发现问题，主动解决问题，你能做到吗？能，那就行了。这件事之后，团队里再没人对我有意见，成绩是最好的证明。成绩出来了，一切都好说。入职3个月的时候，公司开了一次全员大会 ，CEO 讲了很多，有一句话我印象最深：我们公司的目标是让每个人都能拿到比市场价高20%的薪资，但前提是你得创造出比市场价高50%的价值。公司不养闲人，你行，我们给你平台；你不行，市场会淘汰你。入职第4个月，老东家的会员系统崩了，具体情况我不清楚，但听前同事说是服务器扩容的时候出了问题，导致数据丢失。出事之后，张总监给我发了一条微信：庄必凡，方便聊聊吗？我没回，他又发了一条：系统这边出了点问题，想跟你请教一下。我还是没回，他打电话过来，我接了。喂，张总，庄必凡，你方便吗？方便。那个会员系统这边出了点问题，我们这边的人搞不定，想问问你能不能帮忙看一下？付费吗？什么？我说付费吗？咨询费按小时算。庄必凡，你这就有点不够意思了吧？你是我们公司出去的，现在公司有难，你不帮忙也就算了，还要收钱。张总，我离职的时候年终奖是3000块，您当时说我会后悔，现在我的咨询费是1小时3000块，您觉得我后悔吗？庄必凡，你变了。是我变了，我终于知道自己值多少钱了。您还有别的事吗？没了。那我挂了。3年前，我绝对说不出这种话。那时候的我会觉得离职了还帮忙，这才叫有情有义。现在我知道情义要给值得的人，不值得的人就按市场价来。入职第6个月，公司做年终考核，结果出来的时候，我有点惊讶，绩效评分例假，全公司前5%，年终奖按业绩系数算，我拿到了2个月工资。年终奖发下来那天，我给林薇买了一条项链。这是什么？年终奖的一部分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你让我知道自己值多少钱。必凡，这是你自己挣来的，但你让我有了挣的勇气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去吃了一顿好的，席间林薇问我：庄必凡，你现在后悔吗？后悔什么？后悔在那家公司待了5年。不后悔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那5年，我不会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。我不想要3000块的年终奖，不想要你是老员工要有大局观，不想要付出870万的成果，换来一句没什么亮点。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，才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那你现在想要什么？我想要我的价值被正视，我想要我的付出有回报，想要做事的人有肉吃，混日子的人出局，这些我在新公司都拿到了，所以我不后悔。敬你找到自己的价值，敬我们找到自己的价值。入职满1年的时候，老东家被收购了，之后就是裁员。消息传来的时候，我刚开完会，张总被裁了。庄哥，公司没了。还有一条是张总监发的：庄必凡，有空吗？想跟你聊聊。我看着这条微信，沉吟良久。要聊什么？聊他当初说我会后悔，聊那3000块年终奖，还是聊他现在失业了，想找我帮忙？我没回他。晚上回到家，林薇问我怎么了？不高兴？没有，就是有点感慨。什么事？老东家被收购了，张总监被裁了。林薇愣了一下，你什么心情？说不上来。不高兴？不高兴倒不至于，只是觉得挺没意思的。以前我觉得他是大人物，高高在上，掌握我的命运，现在发现他也就那样，一旦没了平台，什么都不是。所以你要记住这个教训。什么教训？平台是平台的，能力是你的，不要把平台当能力，也不要把能力让渡给平台。你现在在这家公司干得好，是因为你有能力，不是因为公司给了你能力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第2天，我回了张总监的微信，有什么事？他秒回：庄必凡，方便见个面吗？见面聊什么？我想问一下，你们公司还招人吗？我盯着屏幕看了好一会儿，回了一条：我们公司确实在招人，但产品总监这个位置已经满了。那有没有别的岗位？高级产品经理有一个坑，月薪15K，你要吗？我考虑一下。我没再说话。后来听说他去了一家小公司做产品负责人，薪资比之前降了1半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后悔当初的决定，但我知道我没后悔我的。入职1年半的时候，我从产品总监升到了产品 VP。升职那天，我发了一条朋友圈：感谢过去的自己，敢于说不。你终于知道自己值多少钱了。迟到了5年，但不算晚。入职2年的时候，公司开始筹备上市。上市筹备期间，投资人要做尽职调查，需要约谈核心员工。我是被约谈的对象之一。约谈那天，是一位姓王的合伙人，他最后问了我一个问题：庄先生，你觉得这家公司和你之前的公司最大的区别是什么？我想了想，尊重。怎么说？我之前的公司，领导觉得员工是资源，是成本，是可以随时替换的螺丝钉。这家公司不一样，这里的领导觉得员工是合作伙伴，是创造价值的人，是可以一起分享成果的人。这个区别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上。比如呢？比如我之前做的一个项目，给公司赚了870万，年终奖是3000块。我来这家公司的第1年做的第一个项目，提升了商家活跃率27%，年终奖是2个月工资，这就是区别。
所以你觉得这家公司更值得你效力？不只是效力，是值得我把自己的能力和时间投入进去，因为我知道我的投入会有回报，而且这个回报是公平的。庄先生，谢谢你的坦诚。后来听李明说，那次尽调的反馈很好，投资人觉得我们团队很有战斗力。上市前3个月，老东家的赵磊通过前同事辗转联系上我，问能不能见一面，我答应了。周末的下午，我们在一家咖啡厅见面。庄哥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你现在怎么样？不太好，公司被收购之后，我被调去了新公司，做一些边缘业务。待遇呢？降了30%。那你为什么不跳槽？我不知道跳去哪儿。市场不是挺多机会的吗？是挺多，但人家要的是有经验的、有成绩的。我在老东家的时候，其实没做什么真东西，签的那几个客户都是你铺垫好的，带的那几个项目都是跟着别人混的。现在出来面试，人家一问细节，我就露馅了。我没说话。赵磊以前是挺会来事的，会表现，会哄领导开心，但真本事确实没多少。庄哥，我今天来找你是想请教一个问题。你说，你是怎么转变的？什么转变？我记得以前在公司的时候，你也是那种埋头干活不吭声的人，怎么出去之后就变得这么厉害了？赵磊，你觉得我现在和以前有什么区别？能力变强了，眼界变宽了。不是，那是什么？是我知道自己值多少钱了。什么意思？以前在老东家的时候，我以为我只值8000块，因为公司给我开的就是8000块，我以为公司给多少我就值多少。后来我发现这是错的，公司给你多少不代表你值多少，公司只会给你他愿意给的最低价格，你的真正价值要去市场上验证。我出来之后发现市场愿意给我32K，那一刻我才知道，原来我被低估了这么多年。庄哥，那我值多少钱？这个我不知道，但有一个办法可以知道。什么办法？去面试，多面几家，看人家愿意给你开多少。如果人家给的比你现在高，说明你被低估了；如果人家给的比你现在低，说明你要好好想想是不是该提升一下自己了。还有一点，什么？以后面试的时候别再说那些虚的了，什么我负责过某某项目，我参与过某某业务，要说具体的，你做了什么，结果是什么，数字是多少。面试官不傻，你是主导还是打杂，一问就知道。庄哥，我明白了。那就好。那天我们聊了2个小时，临走的时候，赵磊问我，庄哥，你恨张总吗？不恨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教会了我一件事。什么事？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主动给你公平，你想要什么，得自己去拿。赵磊点点头，表情有点复杂。庄哥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以后有机会请你吃饭。好。上市那天，公司举行敲钟仪式 ，CEO 站在台上敲响了那口钟。敲钟仪式结束后 ，CEO 在台上感谢了所有人。最后一段话，我记到现在。感谢每一位同事的付出，你们的价值今天得到了市场的认可。但请记住，上市不是终点，而是起点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晚上，公司安排了庆功宴，席间，李明走过来，拍了拍我的肩膀。庄必凡，恭喜，同喜，你是我招进来最成功的人之一。谢谢李总。不用谢我，是你自己证明了自己的价值，我只是给了你一个平台，但你能站上来，是你自己的本事。进平台，进能力。回到家，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林威，期权可以兑现了。多少？接近500万。恭喜你！谢谢你让我走出来。是你自己走出来的，我只是推了你一把。明天我做你爱吃的红烧肉，庆祝一下。好。还有庄必凡，500万不是终点，你值更多。这一刻，我突然很感动。3年前，林威对我说：“你从来不知道自己值多少钱。”现在他说：“你值更多。”这3年，我从8000块月薪到32K，到 VP， 到期权兑现，涨了几十倍。我终于知道自己值多少钱了，而且我知道这还不是终点。上市1个月后，我接到了老东家 HR 的电话。庄先生，我是之前某某公司的 HR， 您还记得我吗？我想了想，记得。是这样的，我们公司现在被收购了，新公司在重组业务，有一块业务需要一个资深的产品负责人，领导想到了您，想问一下您有没有兴趣？我闻言一怔，眼底掠过一丝错愕。你们想挖我回去？是的，待遇好商量，比您现在高都没问题。请问是谁想到我的？是张总哦，是之前的张总监，他现在是新公司的产品顾问，他推荐的您。张总监，那个说我会后悔的张总监。待遇多少？月薪可以谈到50K， 年终奖另算，加上股权，年薪100万不是问题。50K 比我当初跳槽的时候涨了快1倍，但比我现在的 VP 待遇还是低不少，更何况我还有期权。谢谢您的好意，但我暂时没有换工作的打算。庄先生，您再考虑一下，待遇真的可以谈。不用了，麻烦您帮我谢谢张总，就说我心意领了，但回去的事就不考虑了。就这样吧。再见。3年前，张总监觉得12K 就能留住我，现在50K 也留不住。那天晚上，我跟林威说了这件事。老东家想挖你回去。对，50K。你怎么说的？拒了。为什么？第一，待遇没有现在好；第二，那个地方的环境没变，换了老板，但文化还是那套；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。什么？我不想走回头路。
你成长了。是吗？以前的你可能会纠结，会想他们终于认可我了，我证明了自己之类的。现在你不会了，因为你不需要他们的认可了，你已经知道自己值多少钱了。是的，我不需要他们的认可了，我只需要市场的认可。第二天，我收到了张总监的微信，庄必凡，听说你拒了？对，张总。为什么？50K 不低了。张总，您当初说我会后悔，现在您花50K 想请我回去，您觉得谁后悔了？发完这条，我把他删了，不是记仇，是有些人没必要再联系了。上市之后的第2年，公司又涨了一轮，我的期权价值翻了一番，但我没有套现，因为我知道这家公司还有更大的潜力，而且我舍不得走。晚上回到家，我和林薇一起吃饭。庄必凡，如果你当初没跳槽，你觉得现在会怎样？可能还在那家公司拿着1万出头的月薪，每年等着几千块的年终奖，然后呢？然后等着公司倒闭，或者等着被裁。你会后悔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的我不知道自己值多少钱，就算后悔，也是后悔自己醒悟的太晚。那你现在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多少钱？我看着他，认真的说，这个问题3年前我答不上来，现在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值多少钱，不取决于公司愿意给多少，而取决于我能创造多少价值。我能创造的价值越大，我就越值钱。所以我的价值是动态的，只要我不停止成长，我的价值就没有上限。庄必凡，你终于活明白了。是啊，用了5年时间，但不算晚。对，不算晚。后来我在悦动科技一直干到现在。有一次，我在一个行业论坛上分享经验，有人问我，庄总，您觉得职场上最重要的是什么？知道自己值多少钱。怎么才能知道？第一，做出成绩，没有成绩，说什么都是虚的。第二，去市场上验证，公司给你开多少，不代表你值多少，市场愿意给你多少，才是你的真实价格。第三，敢于说不，不合理的待遇，不公平的对待，要敢于拒绝。你不说，没人会主动给你公平。那场分享结束后，有个年轻人找到我，庄总，我今年28岁，在一家公司干了3年，月薪8000，年终奖1万。我觉得我被低估了，但我不敢跳槽，怕外面更差。您觉得我应该怎么办？我看着他，想起了7年前的自己。你有什么成绩？有，我负责的项目给公司带来了几百万的收入。那就去面试。可我怕什么？怕面试失败，怕找不到好工作，怕就对了，怕说明你在乎，但怕不能阻止你行动。你去面试，最坏的结果是什么？发现自己确实只值8000，那你就知道了，要提升自己。你去面试，最好的结果是什么？发现自己值更多，那你就知道了，要跳槽。不管哪种结果，都比你现在不知道好。那个年轻人点点头，庄总，谢谢你。不客气，去吧，去知道自己值多少钱。他走了，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，笑了。7年前我年终奖3000，7年后我年薪1000万，这中间的差距不是运气，不是关系，不是背景，是我终于知道了自己值多少钱，然后去找到了愿意为这个价格付费的地方，仅此而已。